们现在看到的是郁金香，现在来到了 Just a Moment 不是啦，它叫做摩门教。摩门教在台湾有点陌生吧？其实要认真来说，它并不陌生哦，因为在很多的地方的身影都可以看得到摩门教啊。摩门教创办于盐湖城是采行一夫多妻制哦，这很少人知道嘛。很多人以为是只有伊斯兰教但是其实他的创教者史密斯的婚姻状况呢是拥有多妻的那他多妻的目的呢，是希望让摩门教严格透明化当信徒在面对有关教条教派的时候呢，能够有正确的认知呢。那旧约圣经当中的先知亚伯拉罕有许多个妻子，因此史密斯当时宣称多妻制是恢复当年早年的基督教教义多妻制呢，多妻制这个开个玩笑在现代的人来讲体力要够好金钱要够多所以他当然受到很多的基督教教派的这个批评那宗教就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希望以自己宗教为一个中心点创始人呢先知叫做Joseph Smith被塑造成很特别的一个形象那在台湾现在其实你看到很多的摩门教徒其实是看得到的卡拉枪传教会传教非常重视家庭生活，非常重视家庭生活这就是摩门教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对这个西方教不是概识塞维其实你不太容易呢认得出来后期圣教教会指的就是摩门教，他们不喜欢被称为叫做摩门教，因为很多人认为摩门教呢是异教他们呢喜欢叫他们也是基督教，他们也读圣经，他们也争取认同但是他们不相信圣经。Mormon 他们认为圣经呢是有错的他们相信创教的约翰史密斯所写的摩门经，他们唯一的真实教会呢，也就是摩门教教会他们认为其他的教会都是错的，但是他们却也不是很敢承认摩门教到底是不是基督教的正宗如果你只接触了摩门教的表面，你会觉得他们就是基督徒甚至比基督徒的生活还要严谨。但是如果当你加入了摩门教之后，你会发现摩门教的教义呢不同于真理。这个很难说了我对宗教只能去大概看台湾人游说我可以把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但是没有办法去对任何一个宗教做评论摩门教的这个创始人他就拥有很多老婆这个就是非常的一个算是争议性的问题那而且这个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老婆创教人史密斯，所以他也曾经呢被关入狱当时的老百姓憎恨他憎恨这个创教人憎恨到极致他认为呢他在误导大众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教会到美国的权力是非常的大犹太教也是一样你千万不能随便得罪他们很可怕的那他为了争取世人的认同呢后来摩门教才宣布改成了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但是当然创始人还是拥有多妻制这光是这一点呢就已经让摩门教充满了争议而且摩门教他们认为神是由人变来的，现在的神从前也是人，经过一辈子的努力呢终于幻化成神，所以地上的人呢每一个人经过努力的都可以变成神，创造自己的世界来管理。这个说法跟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佛教修行成佛，道教修行成仙，人人都想要变神，但如果神真的是由人变来的，人又是神创造的，无尽的循环底下，那谁神变人还是人变神？世界上到底有几个神？了解不讲起来就有点复杂了吧这个就是摩门教它非常具争议的地方它是后期才兴建起来的在台湾其实有越来越庞大的趋势越来越庞大的趋势
有一些地方呢还可以看到摩门教教会哦，所以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多了解一个宗教。哇，这是什么？美式料理餐厅。很多人说吃西餐啊，吃西餐，其实在美国的很多的西餐呢就是这个样子，汉堡薯条啊，这个就是美国餐，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讲真的哈，讲真的，在美式餐厅吃饭啊，美国餐厅的吃饭哈，虽然那我当下感觉讲，哎呀，汉堡薯条，但是我甲条甲大家讲过哈，啊，无你要叫美国人吃啥哈？所以哈，这哦，我知道，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哈认同我的理念啊，这个都没有关系哈。但是真的，你可以尝试看看美国的薯条跟汉堡，袂歹吃啊。所以的话，当下的人呢，讲现在船体出现了2种极端反应呢，这种的是没有当地特色餐，哪怕是薯条、汉堡都好，他就是要吃当地特色餐哈。有的是看到当地特色餐，他就开始摇头哦，摇头像吃了摇头丸一样摇头，不喜欢呢。3种口味啊。但是为什么每一次呢，小王看到的餐食呢，我就会特别再讲解一次呢？因为呢，我讲真的哈，如果在这个地方有非常美味的中华料理、台式料理哦，哇塞，一定带你们去吃啦啊！但是真的有点难哦。真的哈，我知道真侪中老人拢冻袂掉哦，拢冻袂掉食这菜吼拢冻袂掉，西餐呐但是我就讲哦，真的无法度哦，哇！你看这风景有水无吼？那听我讲哦，那看风景啊，真的有时候真是没办法哦，符合着你们的需求哦。毕竟呢，你脚踏人的土地哦，你接触到人的文化，所以呢。有当下咱到人的土地的时阵呢，你无法度用你个人的感觉呢去改变哦。就像台湾哈，很多人常常会拿着美国、欧洲、日本来做比拟哦，希望我们能够超英赶美哦，追上日本哦。那有时候很多的先天环境呢，不是说泄自己的气势哈，真没办法哦。光是人家土地啊、人口呢，都比你大很多，你唯有经济能够超越它了啊。剩下的很难哦，那当然也导致成台湾在某一个区块人民的心态指的不是团体啦，指的是很多部分的在生长在台湾的，因为可能长期国际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个独立国家，我想这个不用谈论它很多人嘛都认为台湾是自己一个国家了，对不对？这个何必去讨论它不需要啊。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岛国思维，就是自己去认为一件事情了。所以当你到国外去看看以后其实希望所有参加台湾人游世界的观众朋友，到了世界各国，看到各国的风景、民俗、风情，把好的一面带回到台湾来渲染给你周遭的每一个朋友，这才是正确的啊。就是需要由你们这些出国旅游看到的人呢，带回台湾，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呢，去渲染这样子让台湾的更加进步。我们现在一路呢，从黄石公园慢慢的进入了大峡谷。大峡谷的地形呢 ，anyway always 看不腻的英万看的，我这真的觉得，下次有机会呢，要上山又下海，新秘艺术呢要坐直升机，要坐游艇哦。
直很想要把行程的推展到极致啊，所以我希望有时候美西团呢能够来大峡谷呢，能够包那个，能够看那个用这个那个熊霸掌斜杠哦。小王在看行程呢，我自己有时候都很不喜欢的，这熊霸掌斜杠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哦，哇，贵了霸掌一麦啊，就大麦啊，这霸掌要卖偌济，哇，会怀疑这霸掌一卖出来就贵了，所以有时候就像在菜市场一样，卖霸掌斜杠，你把它摆到台面上来，恁到底霸掌那那也贵啊那我跟你讲说，来的包做这物件，问题是你没去咬它，你有架你不知道这霸掌里面的料有多丰富，或者是多用心去包它，甚至呢有一些料大概斜杠有米，但是我可能用的米呢是精心挑选过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跟精神体力去熬煮它的，不是黑心米是也许是有机米。我常把行程的比喻成蚂蚱，为什么因为我去包装一个行程，就像包蚂蚱一样，放了很多料，而这些料呢，很多时候我都要好情况我当下打个杯杯弄有米但是可能这个米我是挑选过的你短时间吃你不会有感觉，你长时间吃呢对你身体是好的我在行程的包装上也是如此其实发现今天这个不好，我去改；那个不好，我去改；回来反应不好，我去改，一直改。发现这个好放进去，那个好放进去，这个把它包起来 ，no shopping, no option， 哇，弄到最后呢，就像蚂蚱一样怎么办？它摆在台面上就是比较贵但是呢，我知道便宜的价格打在市场上，一定非常多的人参加。来到大峡谷，他都要看到叫恐龙了侏罗纪恐龙挖掘在大峡谷。我很喜欢美国，每次看到美国总是有一种 free 的感觉，自由的感觉，民主的感觉，宽大的感觉我们现在在大峡谷里面纵走，现在来到的是拱门国家公园。各位观众，什么叫做拱门国家公园？这个拱门国家公园呢，因为咱这个国家公园内底有超过2000座天然岩石的拱门 arch 做在这个岩石造型，它就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拱门的造型所以就简单呢，就把它叫做 Arch National Park 拱门国家公园在犹他州靠近了一个叫做 Moja 的一个地方面积有309平方公里呢，到处都是拱门造型其实，在美国，如果你要游览这一种，算是国家公园呢，有2种，一种就是要步行进去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面游览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比较不一样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呢蜻蜓点水在每个地方我们静态的快速的逛一逛。也许很多的人呢，干嘛讲来到美国的国家公园呢，停留的时间很短行迹公呢没有深入进去看到美国国家公园加在更小，但是
伊这个国家公园呢，真侪所在呢，就拿像咱台湾的玉山国家公园相共啊。你到这个塔塔加的时阵呢，你是要爬起的哈，你要爬一整段呢，最起码来回践行2点钟哦，你到法都落来啊。那这个情况呢，在美国的很多的国家公园呢比比皆是啊。所以有当下你来到这的时阵呢，你得必须哈，爱去登山哈，小登山不得大登山哦，不是讲哦，去山顶大过来没安尼，你可以做个小登山，在旅游行程当中呢。有时候不见得来的那么的适合，所以呢，在旅游过程当中，我们常到了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当下呢，是定点一夜啊，安尼省省的离开哈，希望大家再了解哈。真正正要入的时阵，因为美国国家公园太济啊哈，因正这国家公园呢，不是像咱安尼吼，像咱这个有的台湾的这个国家公园安尼哦，真简单的一眼就把它看完了哈。因为正这吼，这个面积之大哈，地方之广大。不容易哦，那个脚力大考验哦，那个可能光走一个国家公园完毕之后呢，可能后面的都取消了。为什么？因为太累了。所以呢，在犹他州东南方的格兰县呢，世界上最大且最集中的自然沙岩拱门群之一。真的要拍完这2000多个拱门了哈，可能你要付出很多的汗水跟脚力来看看这个拱门国家公园。景点是这样子的哈，有2种啊，一种是呢大众化的行程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呢每年都能够出国2-3次、4-5次哈。有的人看较开哈，嘛不是讲掉了出国的人哦，他就非常非常的富有哦。有的人追求的是心灵上的富有哦，他喜欢呢把这些资金呢砸在旅游上面呢，让自己呢心灵富有哦，所以他不断的出来旅游啊。这每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了哈。那有的人1年才能出来一次，2年才能出来一次，所以在行程的设计上面呢，我们就常会出现大众化的行程跟特殊的行程美国还有很多地方还可以走我更希望更加希望每一个来看台湾的游世界如果你有想来参加露营的其实有时候呢可以多多跟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多聊聊天聊一聊不一定说这点那也不可以，那点那个旅游行程聊起来多聊聊可以知道呢你们适不适合走这个行程，或是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毕竟呢行程肯定是死的啦那就像我头前讲的肉粽理论一样拍开这个八宝粽内底写一大堆料你要剥落你才知影你要细细去品尝它才知道。有时候吃下来有妈妈的味道有小王的味道有不一样的味道这个要用心去品尝你才可以知道。我不喜欢把东西太过于商业化，毕竟旅游呢你看看一趟旅游出去10几天呢大家如果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理念一致，大家没有办法快快乐乐像一家人一样，哇塞，这10几天相处下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对吧所以我希望说旅游呢不要单单只是看行程，哇你在介绍，或者是哇你这点没去人跟我去或者是为了一件小事你这西餐太子我没爱，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呢一堆其实旅游不应该只是很单纯的看行程表上面更应该是用心去体会它，去感受摄影人员或者是带团人员的用心，甚至这一家公司整体塑造出来的 image 形象你搞有法度真正有教过老伙仔无教过老人无那是不是真的呢？把旅游当做一种叫做家庭旅游，在带领他们，把每一个人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带领着他们这样子的旅游，或者是一个同乐会去经营他们，这样旅游，我相信更适合现在在看电视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更符合你们的需求这也是你们每天打开电视机前坐在那里想要看的感觉吧，对吧？
您再做一次。美国的国家公园啊，来遮佚佗呢，咱就加减爱了解吼，美国国家公园伊的这个特色吼。美国国家公园目前呢，总共有59页国家公园的保护区吼。1872年开始设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正式呢法案很完整的国家公园是从黄石开始一路啪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公园其实已经进入了大峡谷的区域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景色呢都是非常自然风光很漂亮的所以呢美国有每一个州的州法，因为美国地方太大了，每一个州呢就有如一个小型的国家一样，所以州有州的法令，有的州比如说有的州允许你带枪支，有的州不允许你带枪支拥有枪支有的州呢这个是合法，有的州这个不合法，有的州呢同性恋结婚是合法，有的州不合法，都有国家有统一的政策，但是每个州有各州的州法，每一州呢犯罪所判刑下来的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叫做美利坚联合。为什么？为什么它叫做联合？就是因为它地方太大，它没有用这种自治州的州法去管理它呢，很难去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土地。所以有时候我常在想台湾一个这么小的地方都吵成这个样子了，那你说美国这么大的地方，它如果没有用这种方式，就是美国都要得起不可能所以但美国呢国家公园呢每个州法不一样国家公园呢每一个地方也都有保护区域。从1872年开始呢，正式立法完善的立法成立了美国国家公园，总共有59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了吧要玩美国不容易吧美国有几个州？50个州吧美国有几个州？非常多那这美国的州呢，有几个州看到了星星国际上的星星呢，好好算一下就知道了。那拥有这个59个国家公园那你觉得呢？这真不容易走完所以美国国家公园你可以完全来一个美国国家公园，这绝对不是一趟你就走得完了，搞不好你要走个59个州，一次让你走3个国家公园呢，你最起码来10几次才走得完全球981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出来的世界遗产当中，全世界当然现在一直在增加啦，一直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后来有981个联合教科文组织评定出来的世界遗产当中，美国就占21个
刚刚讲到了，美国占有21个世界遗产，对吧？很多哦。东非的塞伦盖提、埃及的金字塔、澳洲的大堡礁等等啊，美国它跟这些地方其实比较起来，美国拥有非常多的自然遗产啊，跟像金字塔一样啊，列为世界遗产的啊，像大峡谷、亚利桑那州，每年将近500万的人参观，被称为世界7大天然奇景之一。我们进来的包括拱门，包括从科罗拉多河延续冲刷而形成的大峡谷的地形，这些红砂岩所塑造出来的2000多个拱门的造型哦，我们现在一路走过去哦，像这种你说热吗？它不是热，它是晒啊，就怕的哦。所以啊，选到我当下来打开来告一下，这就打死哈！你看这个仙人掌哦，寸草不生绿的障碍，这种地方都是比较干燥的。像我们从第一天进来哈，有暴风雪一路延续下来哦，一路走到这个地方来哦，当时我还记得团体有听到说哦，这团到要遇到暴风雪，很多的地方是走不了的哦，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飞机都坐了哦，所有东西都到了哦，你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哦。我还是在此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了解到天候因素呢，真是不可抗拒之因素哦。有的人说那该怎么办？问题是你飞机也搭了，你巴士也坐到现场，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不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哦。很多人说，那你事先把它预测好，那我相信世界各地的气象家就会请我们过去呢好好预报气象了。又看完了一个地方喽，我们继续又往前进喽。美国59个国家公园，我们现在呢慢慢在走。当然美国排名前10名的我们走了几个？大峡谷是一个嘛？那还有哪里呢？还有一个叫做红杉树国家公园，它也在 California 在 California 红杉树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在 California 哈瓦伊火山国家公园在夏威夷喽，黄石国家公园在爱德华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世界上一半的地热特征都在黄石公园还有包含了蒙大拿州跟加拿大冰川跟瓦特顿湖国家公园是不是讲不完了真的很多大雾山国家公园在田纳西州再来呢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在华盛顿州在美东。还有呢，梅萨维德国家公园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也就是横跨着这个大峡谷还有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在佛罗里达州，这是美国的10大国家公园你走了几个？像世界的3大瀑布从这个尼加拉大瀑布呢，一直到这个在巴西最有名的伊瓜苏瀑布。还有在东非，跟津巴布交界的一个 Victoria 瀑布这世界3大瀑布一样美国也有10大国家公园
前10名啊，但是其实这前10名不管如何去排啊，但是真的都美。你看我们从前面这样一路一点一点一站一站走的，拱门国家公园，我睡吧真的真美哇！看来呢，我真的呢要来美国一趟了我每一次在事后配音的时候，都会觉得，真的连我自己在配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真好真想来一趟。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整天的都在拱门国家公园。你看前面的山还有雪犹他州东南部占地7300英亩的73000英亩了，不是7300太小了，73000英亩的拱门国家公园是大峡谷地国家公园的延伸。它的位置呢，到峡谷地国家公园的东北方。哇，你看拔地而起的这种石头非常的多。海拔呢，在1000到1800公尺之间3亿年前才是来落海经过这个气候的变化这海能蒸发去个流入来海个蒸发，流入来个蒸发你甲看过了1万年所以咱们家以前是海，后来变陆地，海个变陆地，安尼慢慢改变地层被抬挤、被挤压、被抬高，岩层当中的密度比较低的盐分，经过风吹雨打之后呢，慢慢就逐渐的流失掉了，剩下坚硬的岩层，形成了今日所看到的尖塔、石柱、九条、解封跟2000多座的拱门、拱洞、平衡石这个就是它奇形怪状的地貌。这里面呢，被标列为非常多的地方4州交界地哪4个州？来，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得到是哪4个州呢？哇，犹他州、亚利桑那州，还有呢内华达州吗？还是科罗拉多州还是这个新墨西哥州？基本上呢，拱门国家公园呢，它跨越了4个州。那从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再往最旁边的内华达州这几个州界呢，就在这个地方4州交界处所以如果说你把美国的地图打开来你会发现真的是纵轴的由它的西岸往东岸走优胜美地、峡谷、石谷、锡安、大峡谷，然后这个维德方太多了。这4个州将近加起来，你知道吗？就有22个公园在这个地方，国家公园的也有，不是国家公园保护功能公园的也有光是在内华达、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跟亚利桑那州这几个所在，都在生美塔这就是美国最恐怖的所在最厉害。所以呢，咱今天来到这的时候呢，你与其要说它有4个州，其实如果你要硬算的话呢，还有第5个州，其实离它也不远，叫做新墨西哥州所以我们刚刚站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所谓的4州交界处拱门国家公园总共有2000多座的拱门这是自然形成的石头随着长时间的侵蚀，后来呢慢慢的变形一样。叫写赶快的得力呢，这个拱门呢，那叫安内我看到吧，印第安的这种造型图示叫安内艺术家那行你知无叫安内慢慢的行的方式呢，会变成啥变成这个新的拱门呢，嘛会继续出来。因为啥呢？咱2000几座的拱门呢，是经过过来1万年，安尼慢慢的变成的嘛。
啊，所以代表呢，地壳的挤压、地壳的变动呢，也会一直出现新的哈。每一当超过70万人啊 ，UK 造访这座公园啊，在1971年，美国政府把这个地方视为国家公园啊。我们现在又征服了一个全新的景点啦，四周交界处啦哈。来，如果以新手来拍啊，以新手来拍，我们的Monica 算不错哦，拍的还蛮淋漓尽致的哦。那我们现在呢，然后刚刚前面有看到这个莫坡镇啊，从那个地方开始一路呢这样走过来哈，哇，太美了，太美了哈！这些景色呢，说美哦，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很美啦。讲白一点，这个是不是 Monica 你要买这一块纪念的西铁啊？我觉得旅游有时候不单只是把美丽的景色留下来哦，我一直强调哦，用心去体会它哈。你工作水做水也做水，而且有你瓦水哈，美是正常的啦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用心去体会它。甚至有时候多了解它的文化啦，一些历史啦，或者是回来就是看看节目啦，多了解到。这是今天我为大家特别介绍的美西的国家公园啊，纪念碑峡谷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喽。刚刚看到的是西部牛仔还是印第安人啊？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峡谷呢，在亚利桑那州跟犹他州的州界上面呢，属于科罗拉多的高原，伊嘛是美国峡谷圈当中的一部分哦。你经过科罗拉多州甲这个布莱斯峡谷国家、西安、拱门、羚羊峡谷、龙底金附近哦，你也在看到哦，这个路边真多哈，好像纪念碑一样哦，一根一根的哈。纪念碑峡谷的特殊的特质啊，跟颜色。来自于风化砂岩当中的油铁的含氧物。这个区域呢，曾经开采过铀矿哦，跟铜矿哦。美国的西部片呢，刚刚有看到了这个 Cowboy 啊，西部牛仔啊，还有一个像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图片。美国的西部片常常在这边拍片，《阿甘正传》也跑来纪念碑峡谷拍片。纪念碑峡谷，伊虽然不是国家级的这个等级。但是呢，一般进来店呢，你可以拍得到比较具有峡谷特色的风景照片哦，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电影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来拍摄啊。笔直的，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条道路呢，好像在美国哈，在道路公路上开车哈，会有一望无际哦。163号公路一路上呢，好像没有底端的哈，一路上哦。包含着两旁边的泥土路呢，这些景色呢，煞是呢精彩，更是动人的。这些它最特别的美西峡谷地形，美西纵走之旅。